大家好，我是胖哥，今天我来聊一下依旧没有充电器的 iPhone XS Plus。那么当官方发布 Plus 机型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的，那么就一直想要一款便宜的大屏幕手机。拍照呢和视频我用的是相机还有摄影机。那么玩游戏呢，我有 3.90 的 PC， 所以 Polo 的摄像头、最新的处理器以及 120Hz 刷新的屏幕我是用不到的。那么所以为了更大的屏幕多花3000元我是打咩的这种状态。那么在4周前呢，我拿到了 XS Plus， 因为 XS Pro 先发售等 XS Plus 到手之后呢，感觉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以就懒得做这期视频。不过最近 Plus 砍生产订单，并且直降了1000多，那我突然有一种猜测，那么待会儿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现在还是先来做一些对比，那么供有兴趣的小伙伴参考。那我个人认为 Plus 还是非常香甜，不然不会买它，对吧？那么就外观而言，跟 iPhone 13对比无论是侧边的按键还是摄像头的位置均没有任何变化。那么除了 Plus 大一圈之外，升级最明显的硬件层面的变化，也就是 CPU 为13 Pro 的同款，那么增加了一个 GPU 核心，前置摄像头可以自动对焦。那其实升级的区别不大，可以说14其实更应该叫 13S。那么科技以换壳为主，那这次连壳都不换，那也难怪大伙儿没有什么升级欲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重要的性能指标。发布会的那张性能对比图总有种欲盖弥彰的感觉，所以我把 iPhone 10到 iPhone XS Pro Max 的一些机型都测了一下。那这里要感谢 EZ、萌萌还有月这几位小伙伴给我提供13 Pro、XS Pro 还有XS Pro Max 的数据。那 CPU 运算方面，XS Pro 的 A16 要比13 Pro 的 A15 单核性能提升 8.38%。那么多核性能方面呢，提升了 12.89%， 性能提升不太理想。然后 3D Mark 方面 A16 值比 A15 提高了 6.56%， 那这种提升或许对竞技玩家有点意义。那上面这些参数呢，也从侧面解释了苹果发布会为什么不跟自家的产品做对比。iPhone 14中间加了3人层，但是从 3D Mark 压测的结果来看，并没有多大的作用，这几款机型的稳定性都差不多。那么目前的销售情况是怎么样的？我周围没有一个人买了 iPhone 14，而买 iPhone 14 Plus 的也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位小伙伴，那其他人都买那个14 Pro Pro Max。看新闻呢 iPhone 14 Plus 砍单 40%， 还有甚至 70% 的消息，可能感觉要和 mini 一样绝版了。那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可能是1-2代以后就不会有14或者14 Plus 这种基础型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大家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那么百度网盘相信大家都有用过，它刚出来的时候大家用的非常开心。那么后来呢，它限流之后呢，你不买会员几乎没有速度。那这个我也表示理解，毕竟宽带费很贵，人家也要生存。于是呢，我就愉快的充好了几年会员。那直到有一天呢，百度网盘做了一件恶心的事情，它推出了超级会员，然后呢，普通会员它也限流了，不光限流，甚至还跟普通用户一样无法完成下载。那就真的把我恶心到了。然后呢，我就被迫买了超级会员，把该下的该转移的资源都处理好，那么就没有再去续费。但是呢，我偶尔还是会去用一下，毕竟百度网盘的用户基数在那边。那么它老提示我充值超级会员，然后呢，我发现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充普通会员了，没有这个选项，那只能去充超级会员。那这整个套路呢，就是百度网盘觉得普通会员太便宜了，给你下载它回不了本，然后呢限制你下载，逼你去买超级会员，然后呢它把普通会员给关掉了。OK， 故事就讲完了。那 iPhone 14和14 Plus 就像普通会员，那为了降低成本或者说保持利润率不给你最新的硬件，那么你想续费的时候呢，发现它不香了，被限制了。那要获得更高的带宽呢，就需要多花2-3千块去买超级会员。那不管是被迫的还是本来就想买超级会员那最终的结果会不会导致低端型号消失，而原来普通的会员呢就成了成本更低的 iPhone SE 的替代？那么我们拭目以待。那评测就到这边了，我实在是找不到其他能拿来说的差异点。那如果你跟我的需求一样，只需要一个低价的大屏 iPhone， 那么我真心觉得 XS Plus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何况现在又降价了1-2千。那如果你对摄像头、CPU、屏幕有要求，那么可以跟我那些小伙伴一样选择XS Pro。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欢迎各位的观看，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各位拜拜。